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63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大家比较关注的鞋款——卢卡2东契奇2代。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在外观方面，这一次的卢卡2还是比较对我胃口的。相比于一代，它拥有更为复古的外观，特别有乔丹以前早期团队鞋款的味道。不过它的鞋型以及整体的结构依旧跟上一代保持了一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中底依旧搭载了全掌的 Formula 23泡棉，大底依旧非常宽大，非常平整。但是这一代的鞋头上翘幅度比上一代更低，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双鞋大概率在跑动时的跑动感方面，相比于上一代来说会有所下降。鞋面从原来的大面积热熔加上高强度针织材料，改为了现在的工程网布加上皮质材料的组合。内部填充做得十分扎实，在重量方面对比上一代有着将近30克左右的上升，单只 42.5 码的重量在407克左右，加上它比较厚重的鞋面，穿在脚上完全没有任何轻盈的感觉。体感方面的重量甚至比它实际的数值更加要高一些，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厚实的鞋舌和内部填充加上大面积皮质材料的加持，都让这一双鞋变得异常的捂脚，透气性表现非常糟糕。夏天穿它打球，我每一次下场休息都会马上把它脱下来，真的是太热了。在尺码方面，它并不偏码，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 42.5 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但是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线下的门店进行试穿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购买，因为它在球鞋前端的这一块 TPU 位置处，在发力蹬地或者是跑动的过程中，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弯折点顶小脚趾的一个问题。单纯的顶小脚趾我是无所谓的，能够接受，但是它的顶小脚趾是顶我小脚趾的指甲盖，每一次蹬地发力的时候都会顶到，真的特别的难受。不过这可能是我个人脚型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先去试穿一下。那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再考虑是否要购买，好吧？在大地方面，它的抓地表现比较一般，在干净的木地板上面，它在横向的抓地方面表现非常出色。但是由于这一双鞋的大底纹路大部分都是树状排列的，尤其是在它的后跟处在直线跑动时的急停急起，你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抓地力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在快速推进、起步上篮做后跟制动动作的时候，它的后跟抓地力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不足现象，很容易出现刹不住、滑动的情况，有一定的受伤风险，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并且它在吸灰方面的控制做的也并不是特别好。我手上这一个配色是搭载了全掌的水晶底，在场地上面有灰尘的时候，它的抓地力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需要不断用手去擦着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那如果你打球的场地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我还是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后续一些搭载普通橡胶大底的配色。当然如果你打外场比较多我也建议你们考虑一下后续搭载普通橡胶大底或者是 XDR 大底的配色，因为这一个水晶底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并不是特别出色。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在60以下，连60都到不了那就注定了这一双鞋只能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穿着，外场不管是什么场地我一律都不推荐。而它的中底在实战的体验方面跟上一代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全掌的 Formula 泡棉在前期依旧是属于一个没有太多脚感，但是缓震极限还不错的状态。不过大家也都知道，这种缓震材料在衰减方面是比较快的，衰减的速度特别快，在这一双鞋身上也依旧是如此，跟一代的衰减速度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一代的这个衰减速度。前掌的场地感表现在初始状态下就比较不错，并且越穿会越贴地。对于场地感要求比较高的兄弟，可以在购买了之后先穿它压马路，让它的中底能够迅速贴合你的脚型。在磨合完成之后，不仅场地感能够有所提升，前掌的反应性也能够有更为出色的表现。在开始几次穿着的时候，在你发力突破的过程中，它的前掌会有比较明显的泄力感存在，再加上它并不算出色的抓地表现，突破时的感觉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在磨合完成之后，它的中底泄力感会有大幅度的下降，突破时的感觉能够得到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而它的中底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内扣现象，这一点是上一代身上所不具备的。由于卢卡2在球鞋外侧做了一块
面积比较大且硬度比较高的 TPU 材料，在中底经过磨合之后，在跑动的过程中，当中底从后掌过渡到前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力线会有类似于像海沃德4代身上一样的被外侧的硬质材料硬生生的往内侧去推的一个倾向。如果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那这个对于你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它的内扣并没有像海沃德4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你平时习惯使用全掌进行跑动，那在穿着时间长了之后，你还是会感觉到在脚踝以及膝盖方面的不适，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在意球鞋内扣问题的兄弟，这一双鞋我建议还是慎选。这一双鞋不像李宁之类的，在试穿的时候就能明显穿出来这些鞋是内扣的，这一双鞋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磨合之后才能感觉到的。不要被试穿的时候那种感觉所迷惑了，好吧？它的中底轮廓落差控制的比较适中，穿在脚上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但是这一双鞋在跑动的过程中，不管你的运动习惯是怎么样的，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它所提供给你的跑动感或者说是滚动感表现都不是特别出色。由于球鞋的鞋头上翘的幅度特别低，并且这一次的卢卡2也并不像1代一样，在前掌有硬质的 TPU 提供一定的滚动感加成，这一双鞋在跑动的时候，整体的感觉非常的肉，几乎没有任何的力反馈，在跑动时的推进感也几乎为零，跑动时的感觉真的还是蛮糟糕的。那如果你打全场比较多，或者是在球场上跑动会比较多，那这一双鞋你一定不会喜欢。这一双鞋在大底以及中底方面的体验都算不上出色，相比上一代来说，我觉得这一代的表现有着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而在鞋面方面，它也没有得到提升。首先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它在鞋头的弯折点处有顶小脚趾指甲盖的这样一个非常难受的在舒适度方面的缺陷。当然这可能只是个例问题，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倒霉，对吧？不过它在脚踝处的锁定做的也并不是特别出色，由于球鞋所使用的内里材料略微偏滑，在鞋带系紧的一个情况下，它依旧会出现轻微的掉跟现象，并且由于后跟内部顶住后跟的材料做的比较突出，我穿这一双鞋打球，只要是打全场跑动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我的脚后跟就会被磨出泡磨破。不过这个也有可能只是我个人的脚型问题，但是掉跟是真实存在的，虽然非常的轻微，但是能够感觉出来。除了这2点之外，它在鞋面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的槽点，整体的包裹十分出色，球鞋的鞋楦依旧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但是因为它的内部填充做得足够扎实，即使是瘦脚穿它也能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脚在鞋内的前中后3个部位都不会有太多的多余空间，并且它在动态锁定方面的表现也比较不错，除了略微会有一点点掉跟的感觉之外，在其他部位的锁定做的都没有问题。变向的时候，脚在鞋内完全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的情况出现。鞋面的整体强度表现也非常出色，外侧的硬质 TPU 加上高强度的鞋面加持，不管你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能够很好的兜住双脚，并且这一块侧面的 TPU 也很好的提升了球鞋的整体刚性，在做一些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依旧能够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姿态，不会出现太夸张的形变。它的整体强度表现是非常棒的，绝对能够满足高强度的实战，并且这一代的足弓支撑给的也特别足，比上一代的足弓支撑来得更加的强烈。低足弓的兄弟可能就没有办法选择这一双鞋了，但是正常足弓或者是高足弓的兄弟，这一双鞋所能提供给你的足弓承托感是非常舒适的，承托感非常强。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依旧跟上一代一样，依旧非常出色，并且随着穿着时间的上升，它的中底厚度还会有进一步的下降，它的稳定性还能进一步得到提升。稳定性以及支撑性这2个方面，这一双鞋的表现都是非常棒的，但是上一代在这2个方面也同样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C+，这一双鞋对于我个人而言，它的舒适度真的没有办法令我满意。那如果你们穿这一双鞋不会出现这种顶指甲盖或者是磨脚后跟的情况，那这一双鞋我会给它一个 B 级的评分，评分也并不是特别高。这一双鞋的中底表现跟上一代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并且在滚动感方面它的表现更差，在透气性、重量、抓地这一些方面它都有着一定的下降。那如果你们喜欢卢卡1代，我建议大家可以趁现在价格比较低多囤几双。这一代的卢卡2在实战方面并没有得到提升，幻想着2代是不是会在实战方面有所提升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去再买几双1代了，好吧？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